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我们今天来谈谈电磁脉冲武器。最近呢，有两条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一个是美国军方做了一次用电磁脉冲武器攻击多旋翼无人机的实验。据说呢，在一次实验中，连续击落了50架多旋翼的无人机。当然，这些多旋翼无人机都比较小，但是呢，也说明它有了这个能力了。中国最近也做了一次用电磁脉冲武器拦截空中无人机的实验，也获得了成功。但是中国的这次实验，用电磁脉冲武器拦截的不是多旋翼无人机，而是飞得更高、更远、速度也更快的固定翼无人机。据说从视频显示看呢，这架无人机遭到电磁脉冲武器的照射之后呢，突然失控失灵，盘旋下坠。那么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出来，此次攻击是有效的。那么什么是电磁脉冲武器？它在未来的应用前景到底如何？它会装在飞机上，成为未来空战的一种武器系统吗？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分析一下，这种新型的武器系统。那么所谓电磁脉冲武器系统首先，它的速度很快，接近光速，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。这一点呢，跟激光武器差不多。因此呢，它成为了未来重点发展的两种光速武器。一种呢，就是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军事强国都在抓紧研制的激光武器系统。另外一个就是电磁脉冲武器系统了。那么什么是电磁脉冲武器系统？它的作战功能是体现在什么方面？是将敌方的目标烧毁呢，还是破坏掉呢？它是以破坏为主，当然功率大了，它也能够直接烧毁敌方的目标。最早发现电磁脉冲能够当武器使用，是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，通过核武器的试验，核弹爆炸的时候，除了光辐射、核辐射以外，它还可以发射出很强的电磁脉冲。这些电磁脉冲会干扰到电网系统、各种各样的用电设备，当然对电子设备的影响是最大的，因为强电磁脉冲无孔不入，可以进入各种各样的用电设备以及武器系统内部，将其精密的电子元件烧毁，从而让它们失去作用。但是用核武器制造强电磁脉冲，一般来讲是不可用的，除非发生核大战，否则你爆炸一颗以产生强电磁脉冲为主的核武器，也是核大战的先兆。因此，这样的武器系统基本上不可用。于是呢，后来又有人开发出了常规的电磁脉冲炸弹，那么通过常规爆炸的方式来压缩磁控管，让它们的能量聚集在一起，瞬间定向发出，对敌方的电子设备进行干扰，包括电脑、各种各样的制导武器等等。那么再有一种电磁脉冲武器，就是地面发射的电磁脉冲系统了。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雷达。雷达是发射电磁波照射到目标之后，接收它返回来的信号，然后测定目标的高度、速度、航向等等一系列的参数。那么如果把它的能量集中成一束，照射到敌方目标，距离比较近的时候，它就能变成一种电子战武器。一旦敌方的飞机、导弹甚至坦克、车辆被强电磁脉冲武器所照射的话，它的车载、机载和弹载的电子系统就会瞬间被烧毁，从而呢导致武器失灵。当然，这样的武器系统如果加大功率，对人也会造成伤害的。电磁脉冲武器它有另外的名字叫
微波武器。那么说到微波武器，很多人会想到微波炉。微波炉能把一只冷冻的鸡在短短的时间内烤熟，那么烤人呢，也会对人体造成极其大的伤害，让你瞬间失明、失聪、头昏脑胀、无心战斗。有一些非杀伤性的电磁脉冲武器，甚至呢能够用于驱赶人群。那么一旦被它照射到，你的感觉就像洗澡时候突然淋浴变成了滚烫的开水，你不得不闪开。这个情况类似的。当然，这样的一种强电磁脉冲照射到其他的一些用电设备上，也会造成极其大的损害。再加上它的射速很高，每秒钟将近30万公里，攻击目标时候不需要提前量。和激光武器相比呢，它也有优势。激光是一个波束，很窄的波束，要照到一个目标上停留一段时间，而电磁脉冲武器发射出的波束相对比较粗，那么照射一片区域就可以对这片区域内的目标呢，通通造成干扰和影响。那么今后一旦把它放在军舰上，放到飞机上，就有可能成未来军舰、战机的自卫武器。如果发射功率更强大一点，甚至呢能够成为进攻性武器。美国海军甚至强调，未来的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可以成为最后通牒的武器，就是一旦我发出警告你不听，我就会用强电磁脉冲对你进行照射，让你的军舰、飞机瞬时失去战斗力。那么这样的武器系统一旦开发成功，有可能会改变未来战场的格局，形成新的战法。当然，我们开头讲的这2次实验，一个是美国的，一个是中国的。显然，在这个领域，中国、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。近期的应用前景很可能双方都是用电磁脉冲武器，特别是在地面上配备的电磁脉冲武器，用于防卫重要区域，拦截那些危险闯入的无人机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